近期的缅甸局势可谓跌宕起伏，军事冲突叠加自然灾害和多方博弈，每一个动态都牵动着地区稳定的神经。随着4月18日缅军首批移民局、地政局车队途经南棒、弄曼进入腊戌，同盟军在腊戌城内的驻军有序撤离。4月22日上午开始，缅军部队126辆大型卡车和约80辆小型车辆组成车队，每辆车约载20名士兵和部分物资，再次进驻腊戌市，也正式确立了同盟军与缅军共管腊戌的事实。不过，目前同盟军在腊戌城里还保留有警察和军管会。正如之前视频所分析的，由于腊戌周边的乡村和高地依然在同盟军手中，所以就算缅军进驻，也都是在同盟军的包围之中。另外，之所以能达成协议，缅军方和北方应该在口岸开放和一直困扰缅北华人的身份证办理等方面都做了承诺。同时，中方的停火监督车队在同盟军的护送之下也到了腊戌，这应该也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有中方的背书，也为缅北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了可能。然而，除缅北地区外，缅甸的战事依旧不断。曼德勒大地震之后，缅甸各方宣布的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尤其是缅军首脑敏昂莱下令继续推进所谓的征服王行动，要求缅军在雨季来临之前继续加大空袭力度，并展开地面行动，以夺回被抵抗武装所控制区域。这也意味着缅军的空袭会在6月之前大幅增加。据报道，仅4月18日和19日2天，缅军的空袭就造成45名平民身亡。正如之前分析的，缅军与同盟军在腊戌达成协议之后，接下来的目标重点就是当坎方向的德昂军，而且缅军已经将原本在南兰方向与同盟军对峙的505营和17营已经换防到了当坎。随即缅军开始在当坎、德贝京一线开始对德昂军持续施压，重点打击。缅军在当坎902炮兵指挥部周边连续夺取德昂军多个小型阵地，德昂军伤亡10余人，而德昂军的反击也导致缅军数人阵亡。而在德贝京7英里村一带，缅军近2周的进攻以及空袭导致蘑古人民保卫军、蘑古地方保卫队、缅共222营、德昂军等阵亡20余人。另据善邦媒体报道，缅军代表前往佤邦首府邦康与佤邦方面会谈，希望佤邦对德昂军发挥影响力进行停火谈判。我们知道同盟军与德昂军、若开军组成3兄弟联盟，而早在2017年在佤邦牵头下，缅北7大少数民族武装就成立了联邦政治谈判协商委员会，希望与缅军方谈判实现民族自治，其中主席为鲍有祥，第2主席为克钦军的恩板拉，德昂军也是其中成员，而且佤邦也有武器生产能力，因此缅军想通过佤邦施压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想要通过这样的谈判实现停火难度还是比较大，至少会有几轮拉锯战。另一方面，作为缅军最大对手的民族团结政府方面，其防长吴耶梦近期在伊洛瓦底省军事指挥部发表声明称，人民保卫军正在筹备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总攻，以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吴耶梦称，人民保卫军的军事战略将要通过3个阶段，第1阶段在缅甸全国开展军事行动，第2阶段是夺取城镇，第3阶段将发起全国总攻。目前的时期是城市占领的第2阶段，营地占领战斗正在进行，第3阶段的全面战争正在与盟友准备中。伊洛瓦底省是吴耶梦的家乡，其中人民保卫军伊洛瓦底第29战只是一支由若开军扶持的武装，兵力约数百人，目前正在俄代羌、里密讷、英加乌一线与若开军并肩作战。而在稍早之前，民族团结政府总部直属特种部队与杰沙县人民保卫军联合克钦军与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动用兵力超过2000人，经过8个月苦战，5次总攻，占领了石阶北部重镇英多缅军最后一个据点日本医院山。从现场视频看，缴获缅军各种弹药堆积如山。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堡垒是日本2战期间入侵缅甸后修建的野战医院以及工事。缅军77师的500士兵依托这些工事足足抵抗了8个月。随后逃离英多的缅军77师师长及其手下在前往杰沙途中被克钦联军俘获。与此同时，缅甸西南面的青邦也传来消息，亲兄弟会联军经过5个月的战斗，攻克了缅军268营基地，占领了青邦第2大城法兰。当然，各大抵抗武装内部也并非完全团结一心，很多地方武装只是挂着人民保卫军的名号，并非完全听命。据悉，内比都人民保卫军801营的64营士兵近日提交辞呈，宣布脱离人民保卫军，原因居然是此前801营的营长在克伦尼邦某地的一家火锅店与人发生争执，爆发冲突。事发后，内比都人民保卫军出动兵力包围缴械了801营，并拘留了801营的营长，将指挥权移交给副营长，引起了底下士兵的不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抵抗武装内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国际社会方面，孟加拉国军队似乎也有意介入缅甸局势。有报道称，在美国的授意下，孟加拉国军队至少有3个师将参与向包括若开军和亲民族阵线在内的联军提供补给、后勤和其他战术支持。这是美方在若开邦及其他地区对抗缅甸军政府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孟军第10、17、24师虽不直接参战，但已在戴格纳夫修建大型补给基地，为若开军轻组武装提供口粮、弹药等非致命物资，并将科克斯巴扎尔机场改造成土耳其无人机基地，意图在若开邦冲突中发挥空中优势。有消息称，美国国务院有官员陆续抵达孟加拉的达卡，若开军和缅甸民族团结阵线的代表已经被安置在一处安全屋内，预计他们将与3名美方官员举行秘密会谈，其中包括美驻内比都临时代办，以及2名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以及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孟加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条援助走廊，作为之前被缅甸驱逐出境的8万名罗兴亚人返回布迪当和孟都家园的通道，而美方似乎也想在背后推动各方势力，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作为对缅甸局势能起到关键影响的东盟方面，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卜拉欣近日展开穿梭外交，分别与缅军领导人敏昂莱和缅甸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曼温凯丹分别会晤后，表示在东盟5点共识的基础上，敦促缅甸冲突双方实现停火，以便为该国地震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在泰国曼谷的会面，是由泰国前总理他信促成的。3人在会面时还进行了晚宴会议，他信以东盟轮值主席国顾问的身份举办。而在与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曼温凯丹电话会议之后，民族团结政府方面也发布了声明，表示此次会晤中，双方就加强与东盟关系、向缅甸人民有效提供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安瓦尔在声明中提到，前一天在曼谷举行了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担任顾问的东盟非正式顾问小组会议，会上讨论了地区事务，包括缅甸实现持久和平以及向地震灾民提供有效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再回到缅甸这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大地震，据缅甸气象局截止4月18日公布的数据，自328大地震后，截止4月18日上午为止，缅甸余震次数达142次，遇难人数3725人，受伤人数5106人，失踪人数129人。曼德勒市有6万人至今只能在屋外临时居住。曼德勒市内产生的损伤物资达200万吨，相当于12万5千辆货车承载量，而且至今还待清理。另据泰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28大地震后，1.0级以上的余震次数已达573次。随后，敏昂莱在4月缅甸传统新年致辞中，就国家未来发展做出重要承诺。他回顾过去1年，缅甸接连遭受台风摩羯引发的严重洪灾，以及3月28日7.7级地震的沉重打击。这2场灾难致使大量人员伤亡，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敏昂莱对国内外救援队伍的努力以及所有捐助者的物资、资金援助表达了诚挚感谢。他表示，缅甸政府将全力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以恢复受灾地区的房屋、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呼吁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共同推动重建进程。在政治层面，敏昂莱重申缅甸计划于12月举行大选，目标是恢复真实有效的多党民主制度。他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强调大家都是民族同胞，愿意以政治手段化解矛盾，致力于实现缅甸的持久和平与民族和解。从敏昂莱的这番讲话来看，缅军方似乎也在为缅甸的未来积极谋划，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让缅甸走出困境。然而现实层面，抵抗武装与缅军近期的冲突依旧不断，缅甸民族和解的进程充满挑战。从腊戌实现和解到石阶、青邦的战场胜负，从地震灾区的废墟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缅甸正站在分裂与和解的十字路口。缅军试图通过大选重塑合法性，抵抗武装方面则试图通过国际支持扩大地盘，外部势力各怀目试图介入，而最受苦的仍是普通民众，他们在战火与天灾中挣扎，渴望停火与重建。无论各方博弈结果如何，有一点清晰可见，缅甸终究需要一场各方博弈与民主诉求的政治妥协。正如东盟声明所言，信任建设是关键，而这一过程离不开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克制与智慧。本频道将持续关注缅甸局势，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正义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场追求各民族平等、政治权利的正义斗争，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将取得全面胜利。以人民为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不可以将一个政党好、一支军队、一个政府，不可以把
我们自己此次的利益立脚于人民利益之上。